我是卡皮桑，一个守着书铺、说着书里春秋的说书人。今日不讲江湖刀光剑影，不说宫廷权谋纷争，只说一桩温柔又奇妙的大事。纸是怎样从天地间悄悄诞生，又怎样变成一本本装满梦想与故事的书，陪着一代又一代人长大。你们小时候一定都好奇过，纸是从哪里来的？是树木变的？是布变的？还是天上掉下来的？其实啊，纸的诞生就像一场充满惊喜的魔法实验。早在很久很久以前，还没有我们现在常见的白纸，人们要写字，要记事情，可费劲了。要么把字刻在龟甲兽骨上，硬邦邦的，重的搬不动；要么铸在青铜器上，只有贵族才能碰。后来有了竹简木牍，一串一串绑起来，一本书就要堆满一整个筐。孔子老先生读《易经》读得入迷，反复翻阅，连绑竹简的皮绳都断了好几回，便是我们常说的韦编三绝。也有人用细软的丝帛写字，轻是轻了，可贵得吓人，好比用金帛写作寻常笔记，寻常孩子连摸一摸都难。那时候，知识就像被关在高墙里的小鸟，飞不出深宅大院，飞不到田间巷陌，更飞不到每一个渴望听故事的小孩身边。直到有一天，奇妙的事情发生了。古时候的人们漂洗丝棉，把蚕茧放在竹席上捶打、冲洗，渐渐发现竹席上总会残留一层薄薄的纤维膜。晒干之后，平整又轻柔，还能写上几个小字。人们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，叫做鹤体。这便是纸最早的模样，像个刚刚出世的小婴儿，娇嫩又稀少，还不能担当大任。就这样过了许多年，东汉有一位名叫蔡伦的人，他看着笨重的竹简、昂贵的丝帛，心里总想着能不能做出一种既便宜又好用的东西，让每个人都能轻松写字、轻松读书。他像个顽皮又执着的小魔法师，到处搜集寻常可见的材料，路边剥下的树皮，旧衣剩下的麻头，破旧不堪的布块，渔夫丢弃的旧渔网。这些在别人眼里毫无用处的废物，在他手里却成了宝贝。他把这些材料切碎、捣烂，泡在水里反复搅拌，变成湿润润的纤维浆，再用细细的竹筛轻轻一抄，捞起一层均匀的浆膜，最后放在火边慢慢烘干。剥下来的那一刻，一张轻软洁白、适合书写的纸就诞生了。就像把杂草变鲜花，把碎布变锦缎，破旧的东西经过水火的洗礼，竟摇身一变成了能承载文字与梦想的宝物。从此以后，纸不再是贵族专属的玩物，就像春雨洒向人间，飘进书斋，飘进驿站，甚至飘进寻常百姓家，让每一个想写字、想读书的人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页纸。我常坐在书铺门口，手里抚摸着一本本旧书的纸页，指尖能触到轻柔的纹理，仿佛能看见当初捣浆抄纸的场景。那些纸张曾经是树林里随风摇摆的树木，是渔夫海上捕鱼的渔网，是妈妈身上缝补过的布衣，经过一双双巧手的打造，终于停下流浪的脚步，拥抱了墨迹与文字，变成了一本本有温度、有灵魂的书。我守着的这间书铺不算宽敞，却到处堆满了书，像一个挤满了好朋友的小房间。墙角叠着线装古书，纸页泛着温暖的黄晕，墨迹虽淡，却像长辈温柔的话语。架上摆着新印的书册，纸张洁白光亮，字迹清清楚楚，里头藏着无数童话与冒险。白日里，常有踮着脚尖的小娃儿跑进来，睁着圆溜溜的眼睛问我：
卡皮桑，书里有没有会飞的精灵？有没有会说话的小动物？也有背着书包的学童静静坐下，翻开诗书，念着床前明月光。还有赶路的旅人歇脚，随手抽一本书，便暂时忘记旅途的疲劳。夜晚，我点起一盏温暖的油灯，灯光洒在纸页上，翻书时沙沙笑响，那声音像风吹过树林，像雨打过窗棂，又像无数个小故事在耳边轻声说话。有时候我会觉得，每一本书都是一个小小的世界，纸张是大地，文字是花草虫鱼。打开一本书，就像走进一座奇幻森林，到处都是惊喜。在纸还没有普及之前，书实在太笨重了。司马迁写《史记》，耗费了无数心血，写满数不尽的竹简。要搬运这些书，得好几个人合力才能抬动。那时候知识传播很难，全靠口耳相传，一个字一个字手抄。一场战火，一次水灾，就能让许多故事永远消逝，就像风吹散了蒲公英，再也找不回来。自从有了便宜又轻巧的纸，书就像长出了翅膀。一本纸书轻轻巧巧，可以藏在衣袖里，可以放进书包中。文人游历山川，能随身带着诗与梦。老师授课教学，能把知识抄写下来，传给一个又一个学生。知识终于打破了高墙，像小鸟一样飞向四面八方。就连乡下的孩子也能捧着一本书，看见遥远的长江黄河，看见古时候的英雄与诗人。我曾见过一卷古老的写经纸，纸质绵密柔软，墨色乌黑透亮，字迹整整齐齐。虽然边角有些破损，却像一位饱经沧桑却依旧温柔的老人。那张纸历经了千年风霜，没有腐烂，没有消失，依旧牢牢守着当初写下的字句，就像守着一个不愿忘记的约定。这就是纸的神奇，也是书的伟大。它们能留住岁月，留住记忆，留住人们心里最珍贵的梦想与善良。纸的旅程就像一条缓缓流淌的小河，从中原出发，沿着丝绸路流向西域，流向中亚，又一路走向遥远的西方。在那之前，外国人用沙草纸，脆的一不小心就撕破；用羊皮卷，贵的一本书要牺牲好多只羊。而中国的造纸术传过去之后，书籍终于可以大量出现，许多伟大的思想、动人的故事才能被更多人看见、听见。可以说，如果没有纸的诞生，就不会有这么多满载智慧的书，人们的世界或许会少掉许多色彩与欢笑。对我来说，书从来不只是一叠纸、一堆字，而是一个个有温度的伙伴。我说书数十年，看过太多因书而变得美好的事情。有落魄的年轻人读了一本充满勇气的书，重新站起来努力生活；有孤单的小朋友抱着一本童话书，仿佛有了无形的朋友；有久别逢重的老友，因为同一本书聊起年少时光，笑得像孩子一样。书里有春风吹开桃花，有秋风飘落银杏，有会说话的小兔子，有勇敢冒险的小水手，有仗义直言的英雄，有温柔善良的仙子。纸张薄薄一张，却能装下整个天地；书本轻轻一本，却能装下千年的时光。纸给了文字一个温暖的家，书给了每一个人一个可以随意穿梭的梦想国度。曾有小娃儿仰着头问我：“卡比桑，纸这么轻，为什么能装下这么多东西？”我笑着翻开一本书，让他摸摸柔软的纸页。因为纸里藏着树木的呼吸，藏着阳光的温度，藏着写书人的心意，
所以它再薄也能剩下无数奇妙的故事。现在的世界变得好快，有电子书，有平板电脑，点一点就能看故事。许多人渐渐忘了翻纸书的快乐，可我还是依旧守着这间小小的书铺，守着一本又一本纸书。因为屏幕再亮也没有纸页的温柔，数据再快也没有翻书时沙沙的响动好听。指尖摸过纸张的纹理，就像摸过岁月的痕迹，闻着淡淡的墨香，就像在和很久很久以前的人说悄悄话。有时候夜晚，风吹过书铺的窗户，我仿佛能听见1000年前的声音，倒纸的声音，抄书的声音，孩子们读书的笑声，全都混在一起，轻轻飘荡。我会想，当初一张小小的纸诞生时，一定不会想到自己将会变成无数本书，陪着一代又一代人长大，给他们勇气，给他们笑话，给他们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梦想世界。从无意间发现的纤维薄片，到蔡伦巧手造出的菜猴纸，从零散的纸页到装订成册的一本本书，这一路走来，满是温柔与奇迹。纸不像宝石那样耀眼，不像金银那样值钱，却默默承载着文明，守护着故事。书不像玩具那样热闹，不像糖果那样甜蜜，却能给人一辈子的力量与温暖。我是说书人卡皮桑，我讲纸的由来，讲书的故事，就是希望无论过去多少年，无论世界变成什么样，人们都还能记得那一张张平凡的纸，一本本安静的书，曾给过我们多少美好与感动。夜慢慢深了，油灯依旧温暖，我轻轻合上手中的书，纸页安静地靠在一起，像一群玩累了的小朋友乖乖睡去。窗外的风轻轻吹着，仿佛无数个书中的小精灵在悄悄飞舞。我知道，只要纸还在，书还在，故事就不会结束，梦想就不会消失。而我，卡皮桑，会一直守在这间充满墨香的小书铺里，翻着书，说着故事，等着一个又一个喜欢书的孩子走进来，一起走进纸与书打造的奇幻世界，让每一颗童心都能在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与远方。